下颌骨下缘应该要削，但是要削的适当，要削的自然，角度要抓好。那如果说我们要改变正面的脸的大小，或是让它小 V 脸的话呢，我们可以透过下颌骨的皮质骨的打薄手术，或是再搭配咀嚼肌打薄的手术，来达到正面的外观的一个缩小。大家好，我是谢明吉医师。今天我想跟大家来聊聊下颌骨手术。那当然，这个话题很多人聊，都很清楚什么样需要做下颌骨手术。但是我今天想谈一个更进阶的观念。第一个就是什么是下颌骨的迷思，第二个就是怎么样削骨才能够保留理想的下颌骨线条。切入主题之前，我们来了解什么叫做理想的下颚骨的线条。理想的下颚骨线条呢，不管是男生或女生，它都应该要能够很清晰可见的隔开脸颊以及颈部。另外一个主题就是说，下颚骨的这个夹角呢，要几度呢才叫做理想呢？英文上我们叫做 gonio angle。那理想的 gonio angle 应该是要有130度。gonio angle 呢是由下颚骨的下缘以及上身肢所组成的。假设一个比较国字脸下颚骨的话，那这个角度呢就会比较偏向90度，更严重它可能会变成锐角。比较理想的下颚骨线条能够呈现130度哈，虽然它比较钝，但是它还是要有一个角度。当这个骨头呢太过于斜的话呢，我们就称之为过度的削骨。这个患者很显然呢，他是要做一个削骨手术啊。手术完以后，仍然要保留一个理想的上身肢以及下缘的一个夹角啊。谈到第二个迷思，如果说你要保留这个下颚骨的夹角的话呢，从正面看起来脸部就没办法变窄呢，那这是一个很错误的观念哦。因为呢，当我们的脸部要从正面来讲要变窄的话呢，并不是透过下颚骨下缘或是上身肢的过度削骨，要适当的下颚骨下缘的削骨，并搭配皮质骨的打薄，或是搭配咀嚼肌的打薄的手术。好，那这是一些案例呢，我们透过下颚削骨手术，然后咀嚼肌打薄，下巴的延长手术，术前跟术后的外观。下巴延长，保留理想清晰可见的下颚骨线条，分别脸颊跟颈部，术前术后。这是电脑断层里面还是会有一个上身肢下颚骨的线条，下巴的截骨往前。怎么样能够按照计划能够削出这个130度呢？在我们团队里面，我们都会利用3D 电脑断层以及削骨导板执行计划性的削骨。除了理想的线条之外呢，另外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确保我们的下齿槽神经呢能够不被伤害到。好，我们可以看一下术前跟术后的变化，我们会有一个很理想的下颚骨的线条。我们看一下术前术后的电脑断层，这个部分是皮质骨的打薄以及下颚骨下缘的消除。这是另外一个 case 哦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我们透过咀嚼肌的打薄、下颚削骨手术以及下巴的一个延长手术，来达到一个很自然的下颚骨线条。另外一个主题，我们想聊到就是说，如果你的下颚骨角已经做过过度的消除，你已经丧失了这个下颚骨线条，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给各位看一个 case 哦。那这个患者呢，他的下颚削骨因为做了过度的消除之后呢，已经失去理想的一个下颚骨线条，导致于在骨角的这个地方，他的脖子跟他的脸颊已经几乎要连在一起。这时候应该怎么处理呢？我们会透过电脑设计的方式，用客制化的下颚骨的植入手术呢，重建比较自然的一个下颚骨线条与外观。它在临床的照片里面，这个地方丧失了脸颊与颈部的分别性，做了植入手术之后呢，重建以及还原理想的下颚线条。好，那这是一个术前术后的外观。那另外一个患者也是一样，这是术前过度的削骨，这是术后重建过后的外观哦。我想给各位的结论就是说，下颚骨下缘应该要削，但是要削的适当，要削的自然，角度要抓好。那如果说我们要改变正面的脸的大小，或是让它小 V 脸的话呢，我们可以透过下颚骨的皮质骨的打薄手术，或是再搭配咀嚼肌打薄的手术，来达到正面的外观的一个缩小。